这对情侣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广30岁，来自北京，职业是话剧工作者，学历硕士。女主人公小丽25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幼儿教师，她的学历是中专。来，有请两位。这个舞台有博士，有硕士，有本科啊。你的硕士专业是什么？是导演。现在是硕士在读还是已经毕业？硕士在读，北电。你提出要分手是吗？必须分手，今天他脾气太次了。我们俩在一起2年多了，哎，我忍了你2年多了，就说咱们这次给你妈买东西，就为了那点小事，你当那么多面给我一大嘴巴西单呀，那是多少人看我呀？我哥们那卖服装的那还我有面吗？我都是被你逼的，你知道吗？反正你当时就不能动手啊！真的在西单抽他了？为什么抽他呢？因为当时是给我妈妈去买生日礼物，但是买的时候他什么都没说，结果到付账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说你先付吧，然后我说为什么我付呀？是你给我妈妈买生日礼物，又不是我买。他说他没有钱。你给你妈买，我给你妈买，那钱不是咱俩的，咱以后过不过日子呀？不是你把我当男朋友吗？你还知道过日子呢？你知道过日子，你到处请客。你凭什么抽一嘴巴呀？从小到大没人动过我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我是北京爷们儿，没人动过我。抽你都是你逼的。哎，姑娘，抽人是不对的吧？主持人您不知道，当时特响，多少人听见了？我当时有面吗？我这人是要面子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到大我都要面子。我毕了业以后，我干什么工作，在工作岗位我都要面。行，听起来他很委屈，因为确实打人是不对的，对吧？更何况他的朋友还在，又在一商场里。确实，这个自尊心上有点下不来。你当时干嘛那么生气啊？因为我跟他在一起2年，所有的火几乎那天都积在那块儿了，然后我就一下就爆发了。就是被压抑已久是吧？他怎么招着你了？就是平时他哥们儿有事儿没事儿，然后都叫他请他去吃饭，每次吃饭都是他结账，从来都没有他哥们儿结过账。我愿意那是。那你哥们儿也够次的了。饭都快吃完了，叫你去结账，怎么回事？唱歌4个小时，最后1个小时叫你去，跑得比兔子都快，就过去结账去了。人家光叫广哥，我骄傲啊，我骄傲啊，怎么了？那你就是傻，我愿意去，缺眼儿你。哎，他叫我去，为什么去？你知道吗？他喜欢听我唱刘德华原音。来，给他来一首，我们也听听。你要唱得好，我们现场的观众每次唱卡拉 OK 的时候，我们都给你打电话。管哥，来，我们听原音。他们就说给你听的，你知不知道呀？我们听一下。我已开始练习，开始慢慢着急，着急做世界没有你。要是听这个挤嗓子，唱个2首，买4个小时的单我也愿意听。真是这样吗？那他们开始怎么不叫你去呀？每次在饭桌子上一吃完饭就说谁最有钱呀？广哥，今天谁结账呀？广哥，然后你就傻子似的，完了你就开始。我骄傲啊！哎，叫我广哥我就高兴，你管得着吗？我愿意结账，怎么了？广哥，录完节目咱们一起吃个饭，没问题。天津你找地儿我买单。北京爷们就要个面儿，我活着就是一面儿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是傻，你知道吗？冲冤大头。我外号就叫大头，我愿意冲这大头，怎么了？每次吃完饭就叫你过去结账，拿你当钱篓子使。我高兴，人家看得起我。行。人要真的看起你，把你当广哥，人家就会追着为你付账的啊！哎，不会叫我每次广哥，我多吃完饭我心里高兴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你就是他们身边一小弟，付账的小弟。纯爷们才付账呢，你知道吗？一般让女的付账，那都是假爷们儿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你特有钱吗？为什么那么喜欢买单？月光，我就要面子，我请他们吃饭，人家高兴，我也高兴啊。广哥，你那些朋友都是些什么样的朋友啊？哥们儿，狐朋狗友。狐朋狗仨字去了啊，后头是不是朋友也是？就是狐朋狗友。那我也是狐朋狗友吧？那你还找我干嘛呀？你开始是这样吗？开始你是大方，现在呢？你大方也太过头了吧你？好，你还过不过日子了？你是我家里人，我跟你这着什么急呀？咱结婚都没问题，有钱咱有钱，5好男人我是，你知道吗？哪5好？有车有房，有爹有妈，赚钱不用你帮忙。有钱你月光，有钱你把你结婚钱都花了。啊，什么意思呀？他呀，就是每月工资月光都请客吃饭，然后完了吧，没钱了，没办法了，他把他妈给他那一部分结婚的钱也花了。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这样吗？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挺大方，没觉得这么严重。跟这么一男人在一起，我觉得很累。
啊，我觉得更累啊，太累了，真的。我今儿跟你干嘛了？我分手来了，我看太累了。啊，必须分手。我是必须分手，忍不了他那臭脾，大小姐脾，外地演出去回来就翻我手机。你说有什么？哎，给我哥们儿打电话，喂，那个谁，你给谁打电话？以为是女的呢，其实是个男的，人家名儿就叫个女名儿。我打电话怎么了？我问候一下不行吗？你哥们儿我就不能问候一下吗？你怎么问候的呀？当时我哥们儿都说了，哇塞，广哥你这女朋友都看不住啊！哇塞，给我打电话呀！我有面子上我们家吃个饭，你空手来，我什么都不说是吧？我不让你拿东西啊！吃完饭你起码收拾个碗筷吧？假模假式你会不会？你收拾碗筷让我父母，那我当时不说你行吗？我当时不说你说什么都不用我管的。你说我在外头必须有面，我在家更得有面，你知道吗？我负责貌美如花。现在我真的照你这么做了，现在又这么说我，你不就是想当着你父母面显摆啊？你有多能管媳妇儿？你有多牛吗？我在家更得有面，你知道吗？面你都要面。光哥，给个面啊！我也是个要面的人，拦您一句，没听明白什么意思？就在家里训人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是那天第一次见我父母，我爸我妈都忙活在厨房里忙活，油焖大虾呀、鸡翅什么的，给他做好吃的。吃完饭以后该收拾碗筷了，哎，他跑我沙发那玩手机去了啊！我当时就急了，我说你干嘛呢？给谁玩脸子呢？你成什么心呢你？那时候觉得特男人是吧？必须的。小丽，除了这个要面之外，他还有什么缺点和毛病是你忍受不了的？只有这个。哦。我受不了他。就是把这个改了还可以挽救是吧？他改不了。啊。我每次跟他说，我都说不过他，他说我脾气大，然后现在要跟我分手。那你的意思呢？我的意思不能这么完了。我跟他2年受的委屈，这么就完了？要分也是我踹你啊！你还踹我呢？你这大嘴巴怎么说呀？管哥，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啊，这么多年你这些朋友请您吃过饭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请我也不让他们请啊！别请我，千万别请，我愿意请。是请的，可那个手插兜里插半天掏不出来。来，小丽，我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啊。你当初看上他什么了？他大方，特别成熟。啊，成熟吗？成熟啊。怎么成熟啊？长得成熟。啊。大方是指什么呀？平时一起出去吃饭什么的，然后他就结账呀，很大方，然后我就特别喜欢。但是我没想到跟他在一起之后，他这么大方。行，我也听明白了。一个是受不了女朋友对自己的行为的这种管，女朋友心里还有点委屈。管哥。真想分呢，还是想通过这个跟他磋商一下？面子不重要啊。爷们儿说句话，想分，我忍受不了你那脾气。你说跟我分就分，这是我忍不了你那臭脾气，我疯了快。行，俩要面的人啊，管哥要管哥的面，女朋友要女朋友的面，你们看吧，怎么办啊？就这么一对冤家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在不张嘴说话的时候，我觉得看你的样子，我觉得你挺成熟的。但是看了这么久，我真的觉得长大了没有？你的年龄，天哪，30了，30而立。什么叫面子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面子，生活是自己的。你在为别人活着吗？老师，我觉得30而立，而立的之年更得要面子。那你自己的生活呢？我自己生活。事实上，你自己的生活一团糟。生活也得过，面子也得要。别人的看待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你为别人活着，你为别人的赞扬活着，你为别人所有的指指点点和评论活着，是吗？当然，首先我说，动手打人是不对的。无论碰到什么状况，男女双方都不要动手。你要说你开玩笑啊，哎，假装的，拍我一下也行，啪一下。我那会儿我还有心思跟你假装啪了一下子，真新鲜。而且我觉得，当2个人真的沦落到只看到对方的缺点，全是指责，全是抱怨，还要继续下去。我就受不了他那臭脾气，脾气太大了，我都没见过那种臭脾气。但是我跟你讲，首先刨开他的脾气不说，要是我的男朋友，他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，那么在意所谓的面子，我也过不下去。面子是什么？到今天为止，我依旧每天会去逛菜市场，旁边的人会问我，你是安陵容吗？我说可能只是有点像吧，你看错了。我穿着拖鞋，穿着大裤衩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别人怎么看待真的重要吗？
老师，如果您要去饭馆，那个你跟朋友商量好了，那个您请客，完了您去了，当时您一结账时候一掏兜，钱包里没钱，您当时怎么办？不是，他说的是这么多年，不是你跟朋友商量好，而是你的朋友从来没有主动买单，即便朋友主动买单，你也拒绝，你为什么要拒绝？如果朋友真的把你当朋友的话，他买一次单无所谓，钱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不能让他们请教，你为什么不能让别人请？我就得好面子，我就好面子。你已经陷入了一个误区，来往是互相的，我请你，你请我，礼尚往来，这样的我们越走越近。为什么别人唱了3个小时才叫你去？第1分钟为什么不告诉你？你不去思考这一些吗？朋友想到我了，我就得去。我去了，我就愿意结账。我不能让他们结账。陶老师，我无语了，可能人家愿意做一提款机，您何必拦着呢？我就愿意做奥特曼，怎么了 ？ATM 机。其实我看半天，觉得你们俩挺合适，千万别分手。你们俩在一起，别害别人了，就两个互相这么对掐吧。你们俩只要对掐，这世界上就少2个受害者，特别好，真的。讲讲这个面儿的事情，我觉得做男人不应该给自己挣面子，应该给别人挣面子。男人如果让朋友挣足了面子，那是冤大头。他给自己媳妇儿挣足了面子，好老公；给父母挣足了面子，孝子。你觉得你属于什么？你给自己挣面子，你那是面子吗？我跟你说，你媳妇儿有一句话说挺对的，真正有面子的人不是刷卡的，而是刷脸的。什么叫刷脸吗？去哪都有人请客。然后再说那耳光啊，姑娘，我必须要说你一句，在外面抽人耳光，这不是气氛的问题，也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，而是一个素养跟家教的问题。但是我跟他说不明白呀。你别跟我说明白或不明白，为什么我这么跟你说？都说女主内男主外，其实要我说吧，应该是女管内男管外。你们这2年来，你没有成熟，这姑娘成熟。这姑娘在2年前的时候，一直要你去浪漫，跟你生活2年之后，她突然之间学会管钱了，学会管家了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当一个女人她只知道浪漫的时候，她还是一个姑娘，而当她知道一个实际的生活的时候，她就已经做好了妻子的准备。她已经做好妻子的准备，你有没有做好一个丈夫的准备？你1分钱没有，天天请哥们吃饭，还拿人家姑娘的钱啊，还给人家姑娘妈买东西，你这叫大方吗？你这时候的面子在哪儿呢？你怎么对你未来的丈母娘啊？那都是家里人，我在外头有面子。做男人不就应该对家里人好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这种心理学上叫孤立恐惧症，就害怕融不进人家的圈子，所以我唯一有的什么就剩下钱了，兜里穷的只剩下钱了。所以说你拿这个东西去给别人，你是一个话剧的工作人员，你应该去交一些欣赏你才华的朋友，真正对你好的，而不是花你钱的，当什么冤大头啊。陆琪的话总结就是8个字：彼此相爱，为民除害。我想说什么呢？这男人呢，风光大气的背后不是沧桑就是肮脏，豪言壮语的背后不是勤奋就是紧张，女人柔言细语的背后不是温柔就是阴谋，仪态万方的背后不是贤淑就是伪装。一个死要面子拼命装，一个忍无可忍已无需再装，装不下去。我也没装，我就请个客吃个饭，我就要一下我面儿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问你，你要面子对不对？面子是个好事儿，你的那些朋友为什么都不要面子？你的那些朋友又不傻，男人谁不要面子？为什么他们每次都把面子留给你，让你买单？他们不要这个面子。我告诉你，你下次买单之前呢，进包厢之前，站在包厢门口听一听他们在里面说什么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每次买单他都讨特小气，我们都看不起他。但是汶川地震时，他拿出了5000块钱。而平时那些一天到晚月光族的人，到了那天的时候，真拿得出200块钱、100块钱。乍然之间，他的形象在我们面前就高大了。
什么叫有面子？这就叫有面子。你的面子都给了别人，在家人面前你很没面子。再跟女方说，有一次有人说我装，我说我不装，他说不装也是一种装。什么意思呢？人不能由着性子来，人有的时候也是要装的。比如说在父母面前你不愿意做事，你也得装着收拾收拾碗筷，这叫教养。人为什么说要有性格？性是什么？就是你的性子。格是什么？就是教养。你光有性子没有教养，都由着你的性子胡来，想打人啪的一巴掌就打过去了，想不收拾碗筷就不收拾碗筷，想没礼貌就没礼貌，你爸妈怎么教你？但是他之前跟我说我什么都不用干呀。他说不用干，你自己没脑袋判断。你自己，他说对我好呢。你平心而论，哪个父母不喜欢家里面能干活的儿媳妇呢？我问问你，将来你要是当了婆婆，你一儿媳妇到家来，全都老两口干，她翘个二郎腿坐那儿，你会高兴吗？涂磊老师的话可以用10个字来概括，就是不该装别装，装多了受伤。大家一直都在说我们广哥好，我跟我们小丽聊2句。2个人在家庭生活当中，不可能一点都不打，一点都不闹，那不现实，那不是生活。但关键就是你不能当着外人的面打他，他不就是要面吗？这点面咱就给他。在外面打他，你不是不给他面子，你是扒了他的衣服，他自个儿觉得冷，你也觉得特别丢人。你有面子吗？那一瞬间。所以呀，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，就是叫人前教子，人后教夫。咱领回家，爱说什么说什么。那脾气我受不了，那脾气太大了。我就特别不懂，就有的时候面子是重要，但男人最大的面子是什么？男人最大的面子就是有本事把自己的女朋友宠得无法无天，让别的男人受不了，让所有的男人都羡慕你们的爱情，这就是你最大的面儿。来吧，老师们虽然说了哈，你们就别祸害别人了，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过得那么别扭，过得那么较着劲，那广哥你就找一个跟你一起散钱的都要面的女朋友，就很轻松。日子过不过再说了，苦不苦，因为面嘛，有面心里再苦。我觉得要面的人都是心里苦，但是要强颜欢笑的，对吧？我高兴，对，我骄傲，你高兴你骄傲就行了。这么多老师跟你苦口婆心的说，虽然言辞激烈，但是都为你们俩好，你听进去了半句吗？老师们说的话你沉沉想一想，别较着劲。姑娘，我还是坚持那个观点，女人是什么样的对于塑造这个男人太关键了。你问问他们，如果他们的男朋友是这样，他们怎么去驾驭这个男朋友？你又做了一些什么？除了指责和谩骂，自己想清楚去表白。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2年多，我也忍了2年多了。其实跟你在一起的日子，我觉得有开心的。你看你在北京租房，我亲自给你下厨。说实话，你是让我第一个给你做饭的女。但是说实话，你给我那嘴巴，我真受不了。走不下去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分手好。我觉得我跟你在一块儿这2年，我也跟你说不明白了。说不明白就甭说了。那好吧。还都崩着。没了？不说了？不说了。不说了？说了这么久都说不明白。我今儿当这么多人面，我给你个面，让你踹我，也算这2年我对得起你。这嘴巴我会永远记得。你把我面那我再让你记住一个吧。哎。你说我踹你？行，我今天就把你踹了。不是置气吧，姑娘？你最反感他要面，你怎么也那么要面啊？我今天我就要一次面，我就要把他踹了。回吧，2位回吧。请关门。
来，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啊，你们觉得像管哥那些朋友算朋友吗？来，各位请表决。75%的观众觉得那不是朋友，还有25%觉得那是朋友的啊。所以在生活里面，我们的身边可能还真有一些像广哥这样的人啊。结局基本已经看到了，我觉得悬念已经不大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可能2扇门都会空。如果出点意外的话，我还倒希望广哥能出来。即使失去了一个爱的人，但是至少能够明白他下面的生活应该怎么过。一起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抉择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。哎，你别说啊，生活里就有这样的人。